Hell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介绍一些新的 AI 工具给 UI/UX designer。这些工具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艳，也很方便的一些工具。如果你对这些 AI 工具感兴趣的话，那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吧。最新的就是 Biza AI，我有跟大家分享一个 VR 的一个视频，我会把链接放到旁边。就是 Biza AI 呢，它其实是专注于做 VR 的交互的一个网站，以前也在我的视频里有分享过，但最近它也出了一个 AI 功能，就是它可以生成3D 的模型，我觉得挺酷的，就是你可以用到你的 VR 的交互呢，你就可以用这个生成的 AI 模型来使用。这个呢，它好像你一开始用，你就是有20个 credit，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几次。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使用。那我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使用这个 AI 工具。到了就是 Busy AI 的里面，我这里场景呢，我是选了一个鞋店，就是它自带的一个鞋店，它自己已经在它的 library 建好了。就是它这个使用非常的和一般的3D 工具都是很像的。如果具体怎么使用不太清楚呢，那你就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我分享了一些怎么使用的内容。然后呢，如果你要使用它的 AI 工具，你看这里就有，比如说我想要让它生成一双鞋，然后呢，我们就写比如说我想要它生成一个 Nike Air Max， 让它生成一个，看它可不可以生成。我们 generate 就稍微等一下，你看它就给你生成了，好酷啊！然后呢，你就比如说我想要这一个，我就选上这一个。比如说你选上第一个 version 呢，你还可以让它upscale model， 比如说你想要它更清楚一下，你就让它 upscale model， 或者是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个 variation。当时这个呢，它肯定会用到你的 credit， 我们让它再生成一下，让它给你生成4个不同的然后它里面应该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生成。我觉得好酷啊！那我选这个蓝色的，这个蓝色的，然后你可以让它里面 preview， 然后呢，它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可以就是让它加载到这一个图片里面，你可以比如说加载到这里面在这里有点小。然后呢，你可以就是比如说放大，这个就和我们用的3D 工具很像。比如说我要把它放到这里，然后你可以自己调整它，比如说你可以调整它，你可以旋转它，然后放到你想要的位置，你可以旋转，然后就这样子，你也可以放大。你可以加3D 的模型我觉得好酷啊，这个，而且它的像素应该还可以。如果说你觉得它像素不太高的话，我觉得你是完全可以让它重新生成，然后 upscale 的。但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厉害，我觉得好酷啊，这个。那我们就这个就是这个工具大家可以自己去玩。那你如果是想要生成其他的呢，那你还可以生成其他的内容。好，这个就是这个工具跟大家分享一下。Adobe Firefly 最新的功能结构参考，为用户提供对 AI 生成的图像前所未有的控制。结构参考呢，是通过用户上传参考图像，以指导其创作和设计和结构。Adobe 的 Firefly 能够做出这样的 logo， 我觉得好酷啊！你看，就是我这个是做的 Webflow 的 logo，我觉得它出来的效果还是很惊人的，我很喜欢。所以呢，当然我就是做了几个这样的 logo，你可以自己去尝试。进入之后呢，你看它的界面是在右边的，说你可以从它这里来找一张图片，也可以来重新做一下这个 logo 吧。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去这里 clear。然后呢，我是上传了一张就是 Webflow 的 image， 然后当然这里可以选，你可以比如说 Browse Gallery 这里可以选，然后你可以去把这个style 这里你就可以选择一些 style， 我把 strings 是调到了最强，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尝试，你也可以调它的 visual intensity 之类的，你也可以尝试。然后这里可以加一张 reference image，你可以去 browse gallery， 你也可以上传一张 image 都可以。那这个就是参照图啊，我是想要它有一点梦幻的感觉，我是选的这一个，我就选这一个，你可以选这个就是 effects， 就是它这些是 popular effects， 那我选的是首先我是选的一个 cyberpunk， 我是想要它比较，或者是你选一个 fantasy 也可以，但尽量不要太多。然后呢，我看好像因为这个是比较未来感的嘛，然后我这里好像还选了一个，后来好像选了一个 futuristic 的这一个。然后最下面呢，颜色啊之类的，我选的是 golden， 但你也可以选一个其他颜色，我是想让它比较有金色的那种感觉。然后 lighting 啊之类的，你可以选 lighting， 我这里好像都没有选。然后 camera 呢，你也可以选，但是好像影响不大。然后你在这里写 Webflow logo 就可以了。如果是你有 Nike logo 啊，或者其他你的 logo 啊，你就写一个 logo 就行了。当然你可以把描述写得更详细一点，我们就来看看它最终的结果。这个好像和刚刚的不太一样嘞我觉得好酷啊。因为你改变了一些设定，它就最后你看最后的这一个不像这个也比较像，那个不是很像。当然你还可以选其他的，那这个就是用 Firefly 来做的这些效果，你可以自己去尝试，然后你可以 download。就是 Laravel Creator， 这个有点像我们的 video editing 工具，就是有点像你可以在这里种动效。我觉得好像它现在这个是新的一个功能，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主要是它现在有了一个功能，就是你看这里有一个 AI 的功能，然后我会稍微简短的在这个视频里面讲一下怎么使用这个 Creator。它和我们的一般的就是剪辑工具其实非常相似。比如说你到了Naughty Creator， 你去这里你可以就生成这种矢量片。那你比如说你看它有几种方式，你可以生成 logo， 这种就是 flat logo， 第二个呢就是 basic logo， 第三个就是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landscaping， 就是有点像插画的那种场景。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UI 的 icon 之类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知道 human illustration 它的那种 style， 你如果做人物的话你可能做成这样。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如说 VR headset 你可以在这里选一个你想要的，比如说如果是我想要做 icon 呢，那我们就直接点这个提示呢写得更详细，那你可以写得更详细，那我们就简单的生成一个吧。然后稍微等一下，第一个是生成的这个 logo 就用的 flat icon 生成的，然后第二个我是用的这个 human 的illustration， 然后说一个 woman wear headset， 它生成的还挺酷的。那怎么制作这种动画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它周边的几个工具。这个就是移动工具，然后呢这个就是说我要把这个 VR headset 移动到这边来，然后呢你可以点上它这个工具，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比如说它现在是在正中心的位置，如果我想要把它放到下面，你看它如果是你要做旋转的话，它的 anchor points 是在下面，你都可以做一个旋转45度。它就会以这个为中心，就是会以这个下部分为中心，而不是以正中为中心。所以呢这个是 anchor， 你这个就和我们这个你也可以拖拉移动到任何你想要的位置比如说这样子。那我们来点一下移动工具，这个就和 After Effects 很像，然后还有钢笔工具，还有就是 hand tool 之类的。这个旁边呢就更简单了，这个呢就是如果你要开始使用这一个呢，它里面有一些简短的教学，然后呢也有些它工具的一些更新，然后你如果要导入一个 SVG 也可以。然后这个呢就是 Discover Animation， 这里面就比如说 Laravel 里面的任何就是 Laravel 你都可以在这里搜索，然后
这个呢就是 AI 工具，然后复制，然后这个就是字体的 animation 的工具。那我们今天可能用不到，比如说你把这个头像放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就是timeline， 就是这个时间轴，然后你就可以设置 keyframe。然后你点右击，它是可以在你可以从位置上来做动效，可以做 scale 就是 S， position 就是 P， 然后 O 这些都是 shortcuts 或者是 scale 的shortcuts， 你可以在这里选上，它就可以点一个 keyframe。那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小，可以按着 Shift， 它就是指定这么小。然后呢，我们再给它到1秒的时候。再给它 K 一帧，然后呢，再按着 Shift 让它变大，然后应该它就会有这个，你比如说按，它就会有变大变小的这样。这是 Keyframe 和我们在使用 After Effects 很像。我生成的这一个矢量图片呢，那你也可以用它的 Animation Presets， 就是它已经有的。那你比如说，你可以选上这一个，然后直接按 Apply Presets。它就会有，它就把 keyframe 就已经在这里了，然后你可以预览，比如说就是预览，它就会是有一个这样的动画。然后呢，你也可以选它其他的动效，然后如果你就是你做好了这个动效之后呢，你觉得还可以，那你可以就是输出，然后它就会直接导入到你的 Lottie的 Workplace 里面。你可以使用 Lottie的插件在 Figma 里面把你的动画。就是导入到 Figma 里面，然后你可以使用你自己在 Lottie 里生成的矢量图片的动画，然后加入到你的设计里面去玩。现在可以使用了，大家可以去，比如说你去它的 Wilderness，它就是可以生成，比如说这种网站。当然我也生成了一个 VR Asset， 就是它生成的网站呢还是很酷的。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可以生成一个很酷的一个网站，然后你看它里面还有各种风格的，你可以去尝试。你看它生成的香水的网站、汽车的网站。那我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使用这个 AI 工具。去 Dora 的页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图标，你就可以从这里来写提示，就是生成网站。比如说我在这里写。我可以，比如说他给了你一些提示，比如说你也可以说 surprise me， 让他给你生成一个，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看到有不同形式的，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写一个，比如说landing page for create 就是写一个 VR 的 headset，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就有一些，比如说他要生成这个，它是有。要用到20个 credit， 我好像有100个 credit， 好像你使用这个，它就给你100的 credit。然后呢，你可以看 style，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是有各种各样的 style， 选择还挺多的。我也不知道选哪个，就是我觉得这个 First Look 挺酷的，那我们选这个吧。然后你可以让它可以一次性的给你 generate 4个。我们可以就是让它生成，然后你看它就给你生成了4个，我觉得还挺酷的每一个。我看我想要使用哪一个，我觉得我选择恐惧症，要不就写第2个还是第3个？选这一个吧。然后你可以说 generate， 然后它就可以给你生成。现在它就生成好了，我可以把这个关上。然后呢，就是你可以给它一个反馈。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它的就是这个 VR set 还是挺酷的，我觉得。它做的，你看它也有产品的展示 ，products description 这里也有。这个 key feature 好像这里 testimonial 没有写完，然后下面也有一些内容 footer 之类的。我觉得整体还是可以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生成一个网站，可以去使用 Dora AI 的。Spotlight 的 AI 风格转移，就是通过借助 AI 风格转移呢，可以使用 3D 的场景作为基础生成图像，这样呢能够快速可视化你的想法，或通过额外的细节扩展你的3D 作品的好方法，那就是这个风格转移。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Spyland 的这个 AI 工具，当然这个 AI 工具呢，它是需要收费的，做 AI 的风格转移。比如说你打开 AI 的 Style Transfer， 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写比如说AI Prompt 和 AI Style Transfer， 这个就是 AI。现在你看它的面积比较小，这个场景呢，我是在Spyland Community 获得的。如果你要这个尺寸宽大一些呢，那你可以在这里调，比如说我写1920， 1080，它就可以把这个场景会变得大一些。那你也可以就是把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是我用的我上一次的设计，然后这边就是风格转移的内容，你可以在这里写提示，那我们可以写一个，然后呢，你就可以让它生成，你可以在这里按 Generate， 它就应该会等一下，它就可以生成。然后你还可以在下面选择，就是不停的选择各种预设，下面的都是预设，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写提示。它有点慢哦，这个就是它生成的 Indo Realistic， 你看它整个页面都有改变。那比如说你要写让它是用它的预设，也可以在这里写预设，你看这个就是预设的，然后你还可以去比如说 Fluent， 就这样子的，还有金属的，比如说你要这个金属的，下面还有就是毕加索的呀，还有这种插画 watercolor， 你看这个金属的也很酷，这个玻璃的，我们让它生成一个玻璃的，看是什么样子的。好，这里就是，然后你这里有一个修饰符这个就是你可以给它一些指定，比如说你是希望它的光线是从上面下来的，比如说你就写一个上面，然后 Shadow 呢，你可以 Very Smooth， 然后比如说你想要的时间呢，你就写一个 Morning 吧，颜色呢，比如说你要 Fresh， 然后这些都可以根据这些条，比如说你想它有一个景深呢，你可以写 Depth of Field 或者是 Bokeh， 那我们选一个 Bokeh， 然后呢Environment， 自己写 Underwater Nature Ocean 然后呢要不要就是那种颗粒感，然后这些都可以你自己设，让我们去看一下会是什么样子的，调节的这些参数来给你生成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有点像水下世界。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 modifier 你不太喜欢，那我们就 reset， 不需要，让它就消失 style， 我们换一个 room style 好了。然后这些都可以自己去尝试，还有这种 Minecraft 的都有。你看这个就是木头质地的我觉得它也有很多改变呢。你这个就是你这个生成好了之后，你想要导出去的话，你可以就是导到你的电脑里面，你可以，然后呢它就会有一张这样子的图片虽然是有了一些更改，但是呢就是它给你生成了这种环境。我觉得这个工具呢它还是有待提高，而且它是付费的，所以如果你不太喜欢这个功能，你也不用去付费尝试这个功能。那这就是今天的 AI 工具类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4个 AI 工具。感谢你的收看，那我们每周都会在同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